为什么我做跨境电商，整天搬砖都已经这么累了，还要学习 AI？我们亚马逊团队已经很完整了，每天我都躺着赚钱。现在在外面旅游已经半个月了，团队运行得很好，什么 AI 技术我根本不在乎。无论你是属于哪个层级的跨境电商老板，看到这个视频是你的福气。当你看完这条视频，你可能会明白 AI 时代正在有人悄悄改变整个行业的玩法。这期的视频我不跟大家分享新的技能了，担心大家消化不了视频传递的信息，想和大家闲聊几分钟。这2天的视频发布之后，看到大家的留言和群里朋友的反应，我猜测大部分的朋友看了上一条视频的方法之后，觉得好像很厉害，但是自己实操之后可能得不到很好的结果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涛武涛。我的上一条视频的收藏率在 B 站居然超过了16%。首先，我当然感谢大家对我的视频的认可，收藏率对于我非常重要。但是你收藏了我这个视频之后，打算什么时候复习和实操内容呢？大家知道学习在日文怎么写吗？给你3秒钟的时间，最好你这个时候可以暂停一下视频，自己去查一查。时间到，对，你没看错，就是勉强。Bingo， 让你感到觉得很累，超过自己的认知范围，需要亲自实践过，才能验证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用的。这样的过程你会觉得很勉强，这样才叫做学习。同样的道理，看了我的视频，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跨境电商卖家，没有工科背景，没有程序员的思维，会看得很勉强，学得很辛苦。但是这个时候，请你们一定不要放弃，因为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。你认真去实操了，中途遇到困难，并且经过自己的努力，终于把问题解决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我就真心的恭喜您，你真正学习到知识了，这些知识真正属于你了，谁也不能够把知识从你的头脑里抢走。不好意思啊，讲了这么多，我们还没有进入到正题。我们上一条视频是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亚马逊竞争对手的情况。大数据前几年我们听得多，但是在 ChatGPT 为代表的 AI 出现之前，我们的中小卖家是不可能拥有这么专业的分析能力。就算少数像 Anchor 这样的顶级卖家，他们内部一定也不会有太多这样的专业人才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刷抖音，抖音为什么会在你指尖滑动的那一刻就决定推荐这个视频给你，而不是其他视频呢？我们上天猫、京东、淘宝买东西，为什么手指往下刷会出现这些商品，而不是其他商品呢？我们在 B 站或者 YouTube 上看视频，为什么首页给我推荐的是这几个视频，而不是动漫？你的视频网站出现的内容肯定和我是不同的。背后的原理就是平台的大数据和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人工智能。一直以来，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都是科技巨头的专属能力，和我们普通人没有关系。一直到 ChatGPT 的出现，人工智能技术才真正开始平民化。原本需要写程序才能解决的问题， AI 帮我们生成代码了。我在今年3月底 GPT-4 出来之后，我本人是从零代码基础的小白，借助 AI 写了一个名叫 TikTokWay.com 的网站，只需要输入你做的产品，简单几步就可以生成视频的内容 idea， 生成了整个视频的脚本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玩玩，不收费的。Code Interpreter 出来之后，进一步降低了我们普通人使用门槛。就像上一条视频那样，在大量的文本中分析竞争对手的弱点， AI 帮我们自动统计词频。你可能会问，什么叫词频？词频顾名思义就是词语频率出现的次数。比如上一条视频的例子， Magnet 出现243次， Door 出现235次， Screen 出现212次， Velcro 出现118次， Install 出现88次，这些都是有代表性的客户抱怨。Magnet、Door、Screen 都是属于产品功能的内容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结果，判断整个产品肯定在质量上
存在不少问题。如果我们根据对手的弱点，有针对的改进产品质量，做得比对手要好很多倍，包装更加高大上，在销售价格上不会相差太远，远远高于这个 listing 的性价比，是不是我们的成功的机会就更加大呢？以上只是一个例子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整个跨境电商，尤其是中小卖家，大部分的产品开发，我们都是拍脑袋决定的。于是拍脑袋这个人就很重要了，是老板拍的脑袋，还是运营拍的脑袋？成功的几率差别不是一般的大。很多跨境电商行业的老板并没有意识到原因是什么。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根本没有技术把数据这么量化。我们没有这些数据的结果来支撑我们的选品决策，或者你们公司团队比较大，选品人员也很专业，但是要这样详尽的量化数据，需要有经验的运营人员，用传统的方法要工作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近似的结果。当然了，我不是说这样简单和 AI 对话几下就能做出抖音、做出美团、做出阿里巴巴这些大科技公司的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。要复杂很多，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。但是仅仅这样粗浅的数据分析技术，我们中小卖家只要掌握了方法，很可能就做出胜率更高的选品决策。这个视频到这里也差不多要结束了。如果我的这个视频能够对你有所启发，那么我在视频平台就有了存在的价值。如果你能够把你思考的过程和结果在留言区里分享出来，让大家能够进一步的学习和讨论，那么你的收获会比你只收藏、点赞、转发要大得多。我相信越分享越幸运。我们群里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大家能够在里面讨论问题，我也会在群里每天分享我自己的一些见解。做视频的时间成本实在太高了，更多的内容我会以文字的形式输出我的见解和认知。最后，我用 KK 三部曲的作者，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，科技界的思想大师和预言大师凯文·凯利，他最近在接受采访时的原话结束这个视频。最近 AI 真正的变化是，它让我们有了一个对话的用户界面，可以用自然语言与 AI 进行真正的交流。而在此之前，人们需要学习大量的编程知识，非常精通才能使用 AI。但现在突然之间，每个人都会用 AI 了，这才是真正令人兴奋的地方。我是文涛武涛，关注我，持续为您带来高价值的跨境电商 AI 实战玩法。